谁来救救正义的奥特曼？平成3节，奈克瑟斯、麦克斯和梦比优斯6位奥特曼战士被封印在了无尽的黑暗境之中。现在加上高斯，7兄弟算是凑齐了。剩下武藏苦苦支撑，望着被封印的7奥，武藏咬牙切齿，却无能为力。这时天空传来异响，艾塔加尔抬头望去，赛罗身披帕拉吉之盾从天而降，艾塔加尔原地起飞，和赛罗打了个照面。他飞向悬空城的顶端，放出狠话：我和你的对决是压轴戏，我要留到最后享受。随后悬空城发出激光雨射向赛罗，便消失在了天空中。赛罗喃喃道：又是一次失败的追捕。悬空城中，艾蕾娜公主说道：为了全宇宙的和平，我们必须封印所有奥特曼。而两人的下一个目标正是那个来自未来的奥特曼——银河奥特曼。巨大的悬空城降临在地球上，人们望着这个不速之客疯狂逃命，地球防卫队也全面出动。下一秒，艾蕾娜出现在了防卫队前方。失去理智的女人果然可怕，她二话不说，拿出镜子对着众人就是狂轰乱炸。防卫队上去阻截，但没想到艾蕾娜的体术也相当了得，她一人就能和银河奥特曼人间体里堂光打得有来有回。片刻之后，更是放倒了防卫队全员。她放出众奥被封印的样子，恶狠狠地说：奥特曼是扰乱宇宙安定的恶徒，我必须要把他们都封印起来。听到这番话，众人算是反应过来，眼前的女人如果不是喝了假酒，就是受人蛊惑。春野武藏出来制止。这时魔神艾塔加尔现身，落在地上，对大地造成比盖亚奥特曼还恐怖的破坏。他刚要发动袭击时，维克特利奥特曼登场，他冲了上去，但3-2下就被教做人。地面上的李唐光见势不妙，掏出变身器化身银河奥特曼，他落在大地上，对大地造成比艾塔加尔更恐怖的破坏。至此，这个世界中的2位奥特曼全部登场。银河冲了上去，使出一招银河火焰球，但对方却毫发无损。后方的维克特利更是召唤出谢帕顿圣剑，但他发出的激光甚至不能破坏艾塔加尔的防御。地面上人都看得出来，这2个奥特曼虽人数占优，但毫无配合。火光过后，2位已经被艾塔加尔捏住了脖子，即将被封印。春野武藏大声提醒2位奥特曼，才得以在最后一刻变成人间体逃脱。但艾蕾娜公主不依不饶，她掏出镜子想要继续封印，却不小心误触了笑迷的水晶项链，项链发出蓝色波纹。艾蕾娜发出令人极其不适的吼叫，阵阵蓝波中，众人看到了艾蕾娜的身份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艾塔加尔就把艾蕾娜带走了。众人回到基地，武藏告诉众人，艾蕾娜是赞特星的公主，爱好和平，她有着能够操纵镜子的力量。镜头一转，艾蕾娜正在抓狂，她脑海中闪回着家乡被破坏的画面，战火纷飞的中心却是银河奥特曼，所以她才迫切的想要封印奥特曼。至此事情总算整明白了，艾塔加尔为了利用公主的封印力量，故意给她灌输了错误的记忆。一想到故乡被破坏，艾蕾娜的眼神充满杀气。很快，她又孤身一人来到了特搜队基地，放倒了一群人。维克特利的人间体小翔扔出水晶项链，又是一阵蓝波。艾蕾娜再次发出了令人极其不适的吼叫。没想到这样一折腾，艾蕾娜暂时清醒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艾塔加尔再次来袭，地面上浓烟滚滚。危机时刻，赛罗奥特曼从天而降，一招烈焰火腿踢在艾塔加尔身上。他和武藏打了个招呼，就和眼前的敌人打在了一起。单轮格斗技能而言，2人平分秋色，谁也讨不到便宜。面对艾塔加尔的炮火轰炸，赛罗召唤出究极圣盾，随后化盾成功。赛罗发出了他的必杀技终极光之剑，这正是斩杀过电弧贝利亚的秘技。稳稳命中过后，赛罗更是提前庆祝，但艾塔加尔却从废墟中站了起来，他居然没事。他先是一阵乱炮困住了赛罗，随后带着公主一起逃离了现场。被艾塔加尔抓走的艾蕾娜再次失去理智。傍晚，她的全息投影出现在城市中，她说：如果银河奥特曼在日落之前不来悬空城，她将杀死被封印中的7位奥特曼。为了对抗这个强大的魔神，赛罗正是帮小翔和李唐光做特训。作为这个世界的2位守护者，这2个年轻的奥特曼一没配合，二没战术，因此赛罗首先给他们安排默契训练。他给2人上了一副漂亮的不锈钢手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2人一起做俯卧撑，一起跑步，一起做仰卧起坐。而那边特搜队全员出动，来到了悬空城。这时艾塔加尔向众人发出幻象光线，身经百战的武藏躲过一劫，但其余3人却没那么幸运。他们在幻想中遇上了各自心中最恐惧的东西。山田最怕僵尸，幻象中就出现了3头僵尸；笑迷最怕虫子，幻象中便出现了1头巨大的屎壳郎；松本最怕西红柿，幻象中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西红柿。另一边，2人的特训终于完成，赛罗把奥特融合手镯送给了2人，这可是奥特之王的宝物，只送给有缘人。共享频道中，李唐光对幻象中的队友说：战胜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面对恐惧，坚持才是胜利，加油奥利给！众人开始振作，击败了各自幻象中的敌人，随后更是一鼓作气使用水晶项链救出了被封印的几位奥特曼。黑暗路基艾尔现世，这是人类心中最恐惧的存在，他的出现引得人群疯狂逃窜。小翔和李唐光在人群中逆流而上，使出奥特融合手镯，伴随着彩光，银河胜利奥特曼诞生。他走向巨大的黑暗路基艾尔，面对后者的轰炸，他只是沉稳地走着，宛如一个宁静佛陀一般。突然他飞了起来，用身体撞上路基艾尔，仅一击就消灭了他。至此奥特使勇士正式同框。然而艾塔加尔却说：你们要战胜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心中的恐惧。下一刻，艾塔加尔召唤出了5帝兽，也就是曾经平成3节击败过的怪兽融合而成，3节并成一排。面对眼前的杂交怪兽毫无惧色，他们冲上前去，战况十分激烈。另一边，剩余的奥特曼来到了悬空城第1层，在这里，奈克瑟斯遇到了他的宿敌黑暗梅菲斯特。他说：我的宿敌理当由我来诛杀。
奈克瑟斯走上前和宿敌打在一起，其余众奥赶往下一层悬空城的第2层，这是斯兰星人麦克斯奥特曼的宿敌。麦克斯走向前大声说道：“地球的未来理当由人类亲手把握。”他冲向斯兰星人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平分秋色。众奥来到第3层，这一层正是安培拉星人，这个曾让梦比优斯和奥特兄弟吃尽苦头的强敌，此刻正由梦比优斯亲手对付。梦比优斯说道：“直到最后都不放弃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这就是奥利给。”悬空城第4层是我们的老朋友贝利亚。赛罗叹了口气，和其余2人说：“这个星球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。”说完，他走向贝利亚，面对眼前的彼此，2人的距离亲密的不像是战斗，更像是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高斯和银河维克特利来到了顶层，这里正是城主艾塔加尔，但艾塔加尔的战斗力极其恐怖，面对这2位奥特曼，他依然不落下风。这时，艾蕾娜发出了激光镇住2位奥特曼，危急时刻，高斯化身日美形态，并发出光线，让艾蕾娜获得了短暂清醒。李唐光趁机进入了艾蕾娜的意识空间，望着手中是镜子，艾蕾娜终于找回自己的记忆。此时，她已经彻底摆脱了艾塔加尔的控制，反击开始了。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拿出了之前赛罗的特训成果，对艾塔加尔一阵殴打。下一秒，他融合了海帕杰顿的能力，对艾塔加尔发出猛力一击。地面这边，平成3杰各自转换形态，对五帝兽发出大招。悬空城的第1层，奈克瑟斯使出终极光流射向梅菲斯特，后者灰飞烟灭。第2层，麦克斯召唤出了银河光剑，重重打向斯兰星人，后者炸成灰烬。第3层，梦比优斯化身火焰勇猛形态，紧紧抱住安贝拉星人，后者参考追梦人斯兰星人，梦比优斯则重新组合在了一起。第4层，赛罗频繁转换战斗模式，日冕赛罗、月神奇迹赛罗，还有闪耀赛罗。紧接着，他发出最后一击，闪耀艾梅利姆重击。这一击打击下，贝利亚被连续贯穿悬空城4层，彻底灭亡。最顶层，银河胜利转动奥特融合手镯，发出梦比姆射线，紧接着使用赛罗之力，发出赛罗极速光线。此时，艾塔加尔感觉情况不妙，拔腿开溜，他逃向宇宙。但浩瀚的星空下，李唐光已经蓄势待发，他转动奥特手镯，7位奥特曼的身影不断闪现，强大的能量席卷四周，7奥归一，所向无敌。罕见的融合光线贯穿艾塔加尔，哀嚎声中，艾塔加尔4分5裂，消散在太空之中。悬空城在众奥的联合激光下也彻底毁灭。夕阳西下，众奥帅气合影留念。故事最后，众奥离开了地球，高斯也带着艾蕾娜公主回到了属于他的家园。